Hello，大家好。承接上一期视频，那基本是从30图那边钓饵鱼，然后到32图这边，也就是亚马河这边，再利用前面钓的董氏须丘这种饵鱼，在99.126这个点位进行一个水底饵鱼的一个钓法。那这种方式的话，在这边的鱼口速度是非常之快，基本上是饵鱼钓法当中比较少有的一个鱼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地图。那亚马河的话，在饵鱼消耗方面是非常巨大的，基本上1个小时的话，能有60到70条鱼。这种鱼口速度的话，基本只有在晒干的开口期间才有可能达到。基本上来说，按照原先既有的一个饵鱼的配置的话，都会使用35公斤的氟碳树脂引线，以及巨4的一个钩子。我在测试当中是一开始使用的这一套比较大的一个配置，但是实际上整个鱼的话会出现一个不达标的数量偏多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同步的话，我对整个引线的粗细以及材质进行了一定的调整，平行的做了一些测试。那例如引线的材质，从整个尼龙线跟氟碳树脂线的话做了一定的对比。从隐蔽性而言，尼龙线的话会比氟碳树脂线稍微差那么一丢丢，但是差距并不是特别大。那整个线的粗细的话，当然氟碳树脂线会更粗一点，这点的话，尼龙线会更有一点优势。同样力在整个亚马格的话，优势也并不大，但个人觉得氟碳树脂线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那整个线的一个拉力的话，还是更趋近于选择更细一点的线，所以中间的话，我也对整个尼龙线的一个17.3公斤的一个透明尼龙线的引线进行做了一个大体的测试。怎么说呢？整个鱼的话，大小依旧是相对而言比较小，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。最终的解决办法的话，其实还是在调整鱼钩的大小情况。一般来说，巨4的鱼钩的话，在目前来说，使用董氏须丘这种小型饵鱼的话，有点过大，因此应该是要往下调。那中间是有个过渡态的巨2的型号的鱼钩，也是可以使用。但测试下来之后的话，情况有一定的转好，但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第1个小时的测试的话，基本是集中在这一块。所以由于第一个小时的整体渔获收益并不是特别理想，所以就有了第2个小时的一个测试。整体的使用的鱼饵的数量是差不多的，时间也差不多。第1趟测试的话，使用了1个半小时，基本确认了一些参数信息。这些参数信息的话，在第2个小时会做一个优化调整，基本第2个小时的整体收益就非常可观。这边开始加速一下钓鱼的过程。
好，第一探来到鱼市这边，一共69条鱼，只有556银币，这里就暴露了一个鱼的平均重量不够的一个问题，相对而言重量太低。一个任务的话，大概就是教一下大马哈鱼，大概补充了75银币，也不是很多。所以这里就引出了我的最终配置。最终配置的话，就不在尼龙线跟氟碳树脂线这个材质上有所纠结，我就直接使用了氟碳树脂线。大概使用的是11.6公斤的氟碳树脂线。这里的话，整个线的粗细也断崖式的降了下来。基本上也达到一个鱼口跟拉力的一个平衡点，就既有足够的鱼口，又有足够的拉力。同时的话，鱼钩的话继续往下降，鱼钩的型号从 G2 这个型号降到 G1。G1 做的调整的话，也是考虑了整个吨芯的一个要求。鱼口的话也是有所提升，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再降一个型号的鱼钩，使用了一个大1型号的鱼钩，也就是普遍说的 S1 型号。这个饵鱼钩的话，刚好大小跟在晒竿使用的最大型号的鱼钩是同一种型号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基本鱼口能达到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，同时整个鱼的平均重量也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最优的捕钓的情况。所以接下来这一头的鱼的大小的提升，以及鱼的种类的一个优化，那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水平。因此在第二趟的1小时的饵鱼钓法当中，整体的收益是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。这是在一个相对而言使用的饵鱼更少、使用的时间更少的一个情况下，却获得一个更高的整体的渔获的收益。同时，正常来说，应该也是能够增加蹲到奖杯鱼的一个概率吧。那这里的话，主要的一些鱼，稀有鱼的话，大概是能够蹲得到马术鱼的一个奖杯，还有可能碰瓷到内围红脸龟的一个奖杯。那这条鱼的话，由于比较小，碰瓷的概率会相对比较多一些。除了这2条稀有鱼之外的话，就是勘察加红龟。那这种鱼的话，我是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常见，能够在这边见到，同时又是普通鳟鱼当中相对而言比较难蹲的一种。主要是本身的话，在这边钓的鱼都比较难上新，这是一个大实话。亚马河的话是一个比较难钓到奖杯鱼的一个地图。这个地图的话，本身大部分鱼的捕钓难度其实并不高，但是它的上新难度是比较大。同时的话，亚马河还有个诟病，就是本身这个河流吧，它的流速比较快，鱼口比较不稳定，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。
无论是晒干钓法还是路亚的一个钓法的话，在亚马河基本都很难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收益。而且亚马河的整个开口期，也就是在水温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时间点。那这个时间点的窗口期一般呢也比较短。它到底有多短呢？基本上这个窗口期只能维持1到2天。那这个时间点的话，确实是非常之仓促。那一般说，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时间的话，或者说跟其他开口鱼冲突，基本就很难在亚马河这边钓到心仪的奖杯鱼。所以这里也是做了一种新的开发，一种新的测试吧。感觉饵鱼钓法在这边的话，可能可以不受整个水温的一个限制，能够更大程度的开发亚马河的整个蹲心的玩法。好，第二趟的整个捕钓结束，一共只钓了55条鱼，因为只有55个饵鱼，但是整体的收益已经接近900银币，其中的提升是比较巨大，基本是接近在开口期晒干的一个小时以上的收益。